大家好，我是 Roland。今天我們聊一件可能會影響新加坡未來幾十年，甚至可能決定新加坡空中枢紐地位的大賭注。這就是樟宜機場的第5航站樓，簡稱 T5。是的，你沒聽錯。作為多年蟬聯全球最佳機場的樟宜機場，竟然還要再造一座超級航站樓。在2025年5月14日，新加坡總理黃循財親自主持奠基儀式，宣告這座 Mega、Smart and Sustainable 航站樓正式破土，預計2030年代中期建成。一座全新的超級航站樓即將誕生，它不僅僅是升級，而是徹底再造一個樟宜。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樟宜機場將如何影響全球航空格局和新加坡的未來。從它的設計規劃到未來可能產生的經濟和環保效益，再到它如何代表新加坡的軟實力，絕對值得你看完。好，咱們直接進入正題。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這個巨大的工程到底意味着什麼。T5的誕生不是普通的機場擴建，它肩負着一個國家的未來。你可能不知道，樟宜機場現有4座航站樓，每年可以處理大約8500萬人次的旅客，聽起來已經挺多了，對吧？但新加坡不滿足，因為全球航空需求正在不断上漲，而區域競爭也愈發激烈。這裡給你看一個非常簡單的數據對比：仁川國際機場、伊斯坦布爾機場、迪拜國際機場，這些全球知名的樞紐機場的吞吐量早已超過樟宜。今年迪拜的年客流量甚至可能突破1億人次，所以新加坡必須未雨綢繆，將 T5 打造成一個更強、更大的超級樞紐。這一次，樟宜的設計目標瞄準了2040年乃至更遠的未來。你可能會問，具體有多大呢？ T5 初期每年可接待旅客約5000萬人次，未來可擴展至7000萬人次。有了 T5 之後，新加坡機場整體容量將突破 1.3 億人次，相當於幾乎多出了整整半個樟宜機場。也就是說，未來通過新加坡中轉的旅客可輕鬆覆蓋半個地球。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震撼？但這還只是開頭。接下來我們去看看它對經濟的意義，不只是航空業哦。我們繼續往下聊。你知道嗎？一座機場不僅是旅客從 A 點到 B 點的交通樞紐，它還可以變成一台巨大的經濟機器。特別是像樟宜機場這樣的超級樞紐，不只是服務旅客那麼簡單，它還能帶動從航空維修到貨運物流，從旅遊業到零售和酒店業的大型產業鏈。另一個關鍵數據 ，T5 首期工程投資為47.5億新元，整個項目的總投資預計將超過100億新元。這些資金流動將給新加坡帶來數萬高技能工作崗位，還會吸引大量國際企業進駐，甚至改變東南亞區域產業結構。這麼說吧，一座超級機場就像一個小型城市，它可能影響的不僅是交通，而是整個經濟生態系統。像阿姆斯特丹和仁川機場周圍的機場城市一樣，它不單推動商業，還能提升周邊地區的生活質量。但別急，這麼龐大的工程，當然還有很高的腦力門檻。接下來我們要聊聊 T5 最獨特的聰明設計，它到底有多智慧？這點尤其令人期待。我們接着往下看。記得疫情剛開始那會兒嗎？很多機場不得不直接關閉，大量航班停飛，商鋪關閉，甚至整個航站樓都因為無法應對不確定性而暫停運營。對航空業來說，這是一次措手不及的危機。而 T5 的設計理念直接針對了這種問題。它的布局採用模塊化擴展，可以靈活調整旅客分流通道，有些區域甚至可以迅速改造成檢測站或隔離區。更重要的是，它具備一套全面的無接觸服務體系，從辦理值機到候機都不需要任何面對面接觸，更適應未來可能面臨的公共衛生挑戰。這就不僅是一個便利的機場，而是一個具有系統韌性的國家級基礎設施。它不僅思考了今天的旅客需求，更考慮了未来可能的各種全球性風險。用一句話概括吧， T5 不僅僅是酷，它還很聰明。但我們還沒聊到它真正的亮點，接下來帶你看看樟宜機場如何成為綠色機場的全球標杆。讓我們接着往下。你有沒有想過，在樟宜機場這樣繁忙的地方上班，竟然可以像生活在自然環境裡一樣舒適？沒錯， T5 的設計理念就是機場與自然共生。它的設計靈感來源於自然形態，尤其是綠色環保方面簡直領先全球。
比如它的屋頂會安裝新加坡最大規模的太陽能發電系統，每年發電量相當於2萬戶家庭的用電需求。而建築內部還有智能冷卻系統和 AI 能耗優化技術，可以顯著減少碳排放。更有趣的是，它還能利用雨水回收系統，將自然資源融入機場運營。總之，整個 T5就是一個巨大的綠色生態系統。所以有人說，它是東南亞第一座真正零碳標杆的機場，也是全球的未來機場模板。想到這裡，是不是覺得很酷？那接下來我們聊聊最後一個話題，它到底如何升級新加坡的國家軟實力？我們可能為了方便選擇某家航空公司，但你有沒有為一座機場感到敬佩？樟宜機場就給無數旅客這樣的感覺，不僅僅是它的商業設施和複雜的航班連接，更是它對用戶的細緻關注，以及如何向外界展示新加坡的願景。樟宜機場某種意義上是新加坡最重要的國家名片，它讓旅客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時，全方位感受到有限土地、無限可能的理念。而 T5的誕生不僅延續了這一點，還體現了新加坡對未來50年的雄心規劃。它是對國家軟硬實力的全面表達，也是東南亞走向全球化的一個重要象徵。而隨着它的落成，新加坡甚至整個東南亞會如何改變全球航空版圖，值得我們好好關注。好了，今天我們聊了這麼多，從 T5的國家戰略意義，到它的智慧和環保設計，再到它作為軟實力象徵的一面，你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你覺得 T5會如何改變全球航空格局？能否超越迪拜或仁川這樣的超級機場？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們。當然，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視頻，別忘了點個讚、訂閱頻道，還有打開通知鈴鐺哦。謝謝你的觀看，我們下期再見啦。